甄嬛传中谁才是最有才学的人？究竟是一向只爱舞文弄墨的果郡王，还是有事儿没事儿就爱练字的皇后？又或者是一生都在收集纯元周边的皇上？不，答案是后宫文科状元甄嬛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甄嬛的才学体现在哪儿。首先咱们来看甄嬛第一次和皇上诀别，当时甄嬛因误穿纯元故衣与皇上离心，又因婉婉泪倾对皇上死心，所以在生下胧月之后，甄嬛决定出宫修行。皇上一再挽留也留不住甄嬛的时候，咱们听甄嬛对皇上来了这么一首离别诗：朱弦断，明镜缺，朝露晞，方时歇。白头吟，伤离别，努力加餐勿念前。金水上上，与君长绝。在甄嬛看来，她所向往的爱情应该像是山上的雪一般纯洁，像云间的月亮一样光明。所以当她得知自己这么多年的情爱错付，她便心灰意冷的一心想着与皇上诀别。而这首诀别书说的是汉代文人司马相如飞黄腾达后，渐渐耽于逸乐，日日周旋在脂粉堆里，不仅嫌弃糟糠之妻，甚至还想纳茂陵女子为妾。而卓文君得知司马相如想要纳妾后，直接给司马相如写下了这首诀别诗。司马相如看了之后大为感动，打消了纳妾的念头，并且给卓文君回信说道：送之嘉盈而回与故部，当不令负丹青感白头也。此后不久，司马相如回归故里，两人安居灵泉。正是因为这份诀别书字字都在诀别，字字又令人情难自抑，所以皇上对甄嬛满心的不忍。但为了维护帝王的尊严，皇上最终决定放手，让甄嬛离宫修行。在甄嬛离宫的这段日子里，皇上下令不许任何人提起甄嬛，可偏偏他又病中还喊着甄嬛的名字，因为甄嬛有才学，所以她成了皇上的解语花。又因为甄嬛离别时所引用的一首词，导致皇上既气她性子执拗，又想她。所以当甄嬛利用腹中的胎儿重新回宫时，皇上满心欢喜地对她百般宠爱。后来准噶尔可汗挑明甄嬛和果郡王的关系，皇上为了诈果郡王，故意安排了一出要甄嬛远嫁准噶尔的戏码。甄嬛得知此事，立马想到了准噶尔可汗说的话，于是为了拿出果郡王觊觎甄嬛的证据，皇上坚持让甄嬛和亲。甄嬛以为事情再无转机时，念了这么一首词，表现了古代女子对美满生活的追求。这首词凡是写景无不含情，所以皇上听到甄嬛念这首词时忍不住动容，却不知甄嬛表面上是在与皇上诀别，实际上甄嬛的这番诀别词是对果郡王说的。她希望果郡王不要因自己而冲动，一定要好好活着，哪怕他们天各一方，他们的心还是在一块儿的。更何况郎君千岁与皇上压根儿不搭嘎，就算甄嬛把皇上当夫君侍奉，他终究还是要说上一句皇上万岁。所以很明显，甄嬛口中这个郎君是指果郡王。可皇上既没有听懂甄嬛的暗话，也没有他们偷情的证据，甚至还沉浸在甄嬛的一拜二拜三拜之中。也正是因为这番诀别，让皇上心生动容。于是当果郡王带兵出关之后，皇上听了胧月大魔王的救母论，立马下令解了甄嬛的族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带熹贵妃回宫吧，去看看你的孩子们。你病了这些日子，他们都很想你。可见皇上对甄嬛是真的动了情，综上仅仅是两首诗词的引用，便将甄嬛的才情展露无遗。怪不得她不仅成为了皇上的解语花，还成为了皇上身边最重要的女人。